这一看，这位阿 Sa 才刚起步，准备加入匹配，就被左侧的老哥瞬间拉爆。难道才刚开始就结束了吗？究竟是什么老哥实力竟然如此之强？快去请马修斯来救场！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堆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GSP 佐治亚州的阿萨菲格斯大老远就盯上了一辆白色的 SUV， 老哥刚才的一脚油门和暴躁的引擎声吸引了他的注意。然而面对氛围灯，老哥的回应不是靠边停车，反倒是一脚油门。在这条限速60公里的道路上，老哥的这波提速达到了98公里每小时，这不就让阿萨找到理由发飙了吗？阿 Sa 跟上之后，发现老哥并没有火力全开，反倒是放慢了车速。这种情况就没法直接截停了，必须再观察观察。不对，这老哥红灯掉头，分明是已经接收到了阿 Sa 停车的信号，看来这一次是准备开战了。果不其然，才刚掉完头的老哥便火力全开，纵使阿 Sa 油门焊死，全力应对，也依旧能看到老哥的速度是肉眼可见的快。看来这老哥还挺厉害。阿 Sa 决定拿出最强的状态认真对待，先上战力表，看看这老哥是什么妖怪。好，没有想到居然是位6星大佬，比阿 Sa 想象的还要强。但别忘了，佐治亚州的阿 Sa 可是卧虎藏龙，曾经甚至有7星大佬在此地陨落。所以尽管老哥挺强，但胜负还言之尚早。就在此时，前方红灯，我本以为老哥会打开色盲模式，没想到老哥选择了掉头。这里其实阿 Sa 有机会上去贴贴，但这个车速注定会两败俱伤。而且老哥目前所犯下的事情还不足以让阿 Sa 采用截停的程序。趁这个时间，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老哥的座驾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赛道英版的吉普大切诺基，这辆车搭载6.2升518机械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707，100公里提速3.5秒，最高车速可以达到290公里每小时。此刻老哥已经带着阿 Sa 上了高速，从这个举动就能看出来，他对这辆赛道英的优势非常了解。毕竟这款车的外号被称为大力出奇迹，强劲无比的动力搭配上老哥6星的实力，相比较老哥这辆媲美地狱猫的存在，他这辆车简直就是地中地，要是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变成追空气。此刻的阿 Sa 是丝毫不敢大意。本以为前面没有被拉开距离是能和老哥战得有来有回，没成想刚才只是老哥在匝道上热车而已。这才刚上高速，老哥便轻松拉开距离。好家伙，这提速果真是恐怖如斯，大力飞砖还真就是名不虚传。幸好这段直线不够长，前方是个急弯，加上老哥受到 NPC 的影响放慢了车速，阿 Sa 趁机从内线加速靠近，一时间倒也没有说彻底被老哥甩到看不见。已经感受过老哥实力的阿 Sa 不得不提前呼叫队友。收到通知的队友已经在前方等候，而阿 Sa 冲出车流也已经看见了老哥，保持下去要不了一会儿就能和队友前后夹击。可老哥似乎并不打算给他这样的机会，一脚油门直接将速度提到了220公里每小时，而且还在不断的上升。阿 Sa 虽然同样油门焊死，但晃到虚化的尽头，说明他这辆车已经到达了极限。可老哥的尾灯却还在不断的变圆，这让阿 Sa 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毕竟从两人目前所展示的技术来看，他并不比老哥逊色，只是吃了动力的亏。没办法，这个世界永远都不缺氪金玩家，现在只希望老哥出现失误，或者前方的队友给力。此时前方氛围灯闪烁，太好了，是队友。现在让我们去队友的车上坐坐。听说老哥即将到来，这位名叫沙克尔福德的阿 Sa 提前起步，随着左侧传出一阵暴躁的引擎声，才短短的几秒钟，老哥便甩出了阿 Sa 数百米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当看见老哥这速度时，阿 Sa 还是大吃一惊。但作为 GSP 的阿 Sa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凭借着对这片地图的熟悉，他很快便稳住了阵脚。虽然此刻已经落后了老哥不少，但好在镜头之中始终能看见他的尾灯。看来这一片的连续弯道对老哥也不太友好，只要他发挥不出全部的性能，那就还有戏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我们来看看第2位阿 Sa 的战力。好，他已经半只脚踏入了6星的门槛，无限接近于老哥的实力。要是前方再出现一位队友配合，那么胜率将大大提高。老哥明明已经跑了这么久，精神依旧很抖擞，都是神奇小鹿人体工学深睡枕的功劳。科学分区加太空记忆棉内心，枕得稳，睡得沉，早起更有精气神。上次退好评多到堆成堆，这次年货节阿 Sa 多买了几个，198的价格不算贵，领券还能少花费，送爸妈消疲惫，送亲朋贺心碎，普通枕头扁又塌，枕上脖子悬空，肌肉僵硬紧绷，换上小鹿科学分区自然放松颈椎，枕面也做了
了加宽加大，随便阿 Sa 怎么翻，正躺头肩颈齐平，侧睡手臂不酸麻，整套是7A 级抗菌面料，亲肤又透气，枕芯是高品质太空记忆棉，支撑足，慢回弹。阿 Sa 枕上一晚上，头颈高度舒适，压力也全被分散，早起脖子不酸，颈不痛，状态直接拉满。小鹿枕膏有4种，各种身形全适配。现在年货节有券，底价入手很划算，有保价送1险，2年内开店免费换新，自用不闲置，送礼有颜面，大家抓紧领券上车。此时率先出弯的老哥已经开始提速，阿 Sa 敏锐地察觉到了他可能有所动作，于是连忙避开 NPC， 始终保持老哥在自己的视线之中。果然才冲出车流，就看到老哥已经去到了最右侧，这要是再慢一点远一点都不一定能认出他的车。而在身后跟了这么久，也总算是有了收获。老哥选择下高速对阿 Sa 来说可是一件好事儿，可以少受动力压制。阿 Sa 准备大展拳脚，这时老哥跨过路肩去到了对面，关键时刻队友第一时间出现完成接力，简直不要太及时。不对啊，这位名叫麦克伦敦的阿 Sa 头像不对，而且在这条直线上并没有感觉到他在加速，甚至看见路口的绿灯，大老远的就开始踩刹车。这一来二去，老哥并没有怎么发力，就领先了一大段距离。究竟是什么情况？来看一下这位阿 Sa 的战力表。好，原来佐治亚州的阿 Sa 也有2星小黄金，2星追6星，拉着老哥不是稳了吗？但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，因为在过去的案例中，经常出现小黄金捡漏的情况，说不定这老哥就一会儿跑到没油，或是自己翻金的够。小黄金向来都是运气爆棚，现在在连续几个弯道之后，阿 Sa 已经只能勉强看见老哥的尾灯，而他的速度看上去依旧没有多快，估计有些细心的小伙伴已经发现了原因。首先，阿 Sa 所驾驶的这辆车是一辆雪佛兰太昊，在动力上本就不如道奇充电器，当然这个锅不能完全给太昊背，毕竟它只是相对较慢，不至于这么慢。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位阿 Sa 的身份和前2位来自佐治亚州的州警不同，这位阿 Sa 属于州议会警察，他们平时负责的更多的是保卫工作，比如各种议会成员的保护，或者是重要活动的保障。虽然偶尔也会管一管刑事和交通，但开车并不是他们最擅长的技能。再加上碰到这种6星大佬，和刚才2位阿 Sa 一对比，确实显得有些菜。这不，一段直线跑下来，就已经彻底看不见老哥的尾灯。2个弯道之后，阿 Sa 已经不知道该往哪走。就在这时，热心的 NPC 给他提供了帮助，不断的向前挥手给阿 Sa 指明方向。好，果然有反转。这突然出现的帮助也是叫阿 Sa 信心大增，立刻加速朝着前方追去。也不知道老哥是撞树了还是翻车了，看来小黄鸡果真是天克6星大佬。就这样，阿 Sa 朝着这个方向一路开了200米左右，前方又一次出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这给阿 Sa 看愣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算了，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放自己一马。阿 Sa 直接关掉了氛围灯，也不知道刚才那2位 NPC 是嫌阿 Sa 的氛围灯太吵，还是真的看见老哥从这边走了。反正给阿 Sa 指的方向看不到半点老哥，不过这也恰好如了阿 Sa 的意。正所谓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该下班时就下班。就这样，这位6星大佬1穿3成功摆脱阿 Sa 的追捕，而最后这位阿 Sa 的表现被网友看到之后也是一顿怒喷，甚至还有不少人脑洞大开，认为他极有可能是老哥的内应。对此，在座的小伙伴你们怎么看？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